家好，欢迎来到小红的频道。大草原上的一天，晨曦中的天空被染上淡淡的红色，一群狮子在远方奔跑着，瞬间拉近了与大自然的距离。坦桑尼亚大草原，这是一个生态丰富、文化多样、美食丰富、徒步穿越的理想旅游目的地。坦桑尼亚大草原是非洲东部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最高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之一。它位于坦桑尼亚的北部，是非洲大草原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里有许多著名的野生动物，如非洲大象、非洲水牛、狮子、豹子、斑马、长颈鹿等等。坦桑尼亚大草原也是非洲大迁徙的主要舞台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角马和斑马迁徙到这里，形成壮观的景象。作为非洲最著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之一，坦桑尼亚大草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的旅游者。旅游者可以在这里参加多种活动，如乘坐吉普车观察野生动物、徒步旅行、骑马旅行、热气球观察、野外露营等等。在坦桑尼亚大草原，旅游者可以看到许多独特的生物，例如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动物长颈鹿、五角兽鸟、非洲野犬等。此外，这里还有许多动物可以在不同时间的一天中观察到，例如狮子、豹子等夜行动物只会在晚上出现。在这里旅游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6月至10月，这个季节旅游者可以在这里看到大量的角马和斑马迁徙。此外，在每年的12月至3月，这里也有大量的动物聚集在这里，包括非洲大象和长颈鹿等。总体来说，坦桑尼亚大草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旅游者可以在这里看到独特的野生动物和壮丽的自然风光。但是，由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旅游者应该遵守当地的规定和条例，确保他们的旅游活动不会对这个美丽的地方造成破坏。徒步穿越坦桑尼亚大草原是一个独特的徒步旅游体验，这个行程通常需要5到10天的时间，让旅游者有机会深入体验非洲大草原的野生动物和自然风光。在这个徒步旅游体验中，旅游者会跟随当地的向导，徒步穿越草原，观察野生动物和独特的植被。这个行程通常是野外露营的方式，旅游者需要携带所有必要的装备和物资，例如帐篷、睡袋、食物和饮水等等。徒步旅游体验的路线会经过不同的地形和景点，例如草原、山脉、湖泊和峡谷等等。在这些地方，旅游者可以观察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例如狮子、豹子、水牛、长颈鹿和斑马等等。旅游者还可以参加夜间野生动物观察活动，看到夜行动物如何在黑暗中生活。除了观察野生动物外，徒步旅游体验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体验。旅游者可以拜访当地的马赛族部落，体验当地的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旅游者还可以参加一些手工艺品制作工作坊，制作一些当地的手工艺品作为纪念品。值得注意的是，徒步旅游体验需要具备一定的体力和耐力，因为行程会经过不同的地形和气候，旅游者需要适应高温和乾燥的气候，并且需要走长途的路程。此外，由于这个地区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不稳定，建议旅游者要选择在干燥季节进行徒步旅游体验。总体来说，徒步穿越坦桑尼亚大草原是一个独特而难忘的徒步旅游体验，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非洲野生动物和文化体验的机会。旅游者可以深入了解非洲的自然和人文风貌，对于喜爱挑战和探险的旅游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为了确保旅游者的安全，建议旅游者在进行徒步旅游体验前，先向当地旅行社或当地当局进行咨询和了解当地的风俗和法律法规，并且遵守当地的环保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最后，徒步穿越坦桑尼亚大草原是一个需要勇气和毅力的旅游体验，但也是一个可以带来难忘回忆和丰富体验的旅行目的地。坦桑尼亚大草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和自然景观，但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为了保护和维护大草原的生态系统，
坦桑尼亚政府和当地社区开始实行绿色旅游的概念，将旅游业和环境保护有机结合，从而实现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在绿色旅游中，旅游业和当地社区将共同努力保护和维护大草原的生态系统，并且避免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在野生动物保护区，游客必须在指定区域内进行观察，禁止进行骚扰和破坏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的行为。同时，当地社区也参与了保护和管理工作，从而实现了对当地社区的参与和支持。此外，在绿色旅游中，旅游业和当地社区还会注意到节能和资源利用，从而减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例如，旅游业将使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并用绿色建筑技术，从而减少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同时，当地社区也将注意到节能和资源利用，并且开展生态农业、渔业等绿色产业，从而实现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绿色旅游的实行不仅有助于保护和维护坦桑尼亚大草原的生态系统，同时还可以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坦桑尼亚大草原地区是一个文化多样的地区，拥有多个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包括马赛人、伊利克人、巴拉巴拉人等。这些部落和民族拥有独特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方式，深受旅行者和文化爱好者的喜爱。探索当地的部落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旅游体验，可以让旅行者深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文化和传统。在坦桑尼亚大草原地区，旅行者可以参观当地部落的村庄，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例如，马赛人是当地最著名的部落之一，他们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深受尊重和崇拜，包括跳舞、音乐和艺术等。这些都可以在探索过程中深入了解和体验。在探索当地的部落文化过程中，旅行者还可以参与当地的文化活动，如音乐表演、传统舞蹈、手工艺品制作等，深入了解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同时，旅行者还可以品尝当地的传统美食，如马赛人的烧肉和玉米饼等，体验当地的烹饪技艺和饮食文化。探索当地的部落文化，不仅可以让旅行者深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文化和传统，同时还可以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因此，探索当地的部落文化成为越来越多旅行者和文化爱好者的首选旅游方式。坦桑尼亚大草原地区拥有丰富多样的美食文化，包括当地特色的烧肉、鱼类、稻米和香料等。这些美食文化不仅味美，而且营养丰富。旅行者可以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传统。在坦桑尼亚大草原地区，烧肉是最著名的美食之一。当地人通常使用当地自然生长的木材和木炭，烧烤各种肉类，包括牛肉、羊肉和山羊肉等。烧肉的调味料通常使用当地的香料和草药，味道独特鲜美。另外，坦桑尼亚大草原地区也有丰富的鱼类资源，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湖周围地区，当地人通常使用当地的调味料和香料，烹制出美味可口的鱼类料理。除了肉类和鱼类，坦桑尼亚大草原地区的美食还包括稻米和香料。当地人通常使用稻米作为主食，通过不同的烹调方式和调味料，让稻米的口感和味道更加丰富多样。另外，当地也出产丰富的香料，如肉桂、丁香、胡椒等。这些香料不仅可以用于调味，还可以用于制作传统的饮料和甜点。品尝坦桑尼亚大草原地区的美食文化，不仅可以让旅行者体验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同时还可以丰富旅行者的口味和饮食体验。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旅行者还可以通过支持当地的餐厅和农产品生产者，帮助当地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坦桑尼亚大草原不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
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充满冒险、刺激、文化和美食的旅程，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和人文的多样。谢谢大家观看本影片，如果你喜欢本影片，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见。